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明明每天忙得像上了发条的钟，却觉得日子像被揉皱的纸，越摊越乱？明明想改变，却站在十字路口发懵。我命里是不是就该这样？直到我读了格雷厄姆·格林的《命运的内核》，这本书给了我一巴掌，也给了我颗糖。命运从不是老天爷写好的剧本，它是你每一次敢不敢选的勇气，每一次要不要做的决定攒出来的。今天我想跟你聊3个人直接放进生活里的改命真相，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道理，是明天就能开始做的小事。第一部分，先破个谎，命运不是天定的，是你自己攒的。先讲个作者的故事。格林年轻的时候比我们还慌，当过记者，做过编辑，甚至差点去当外交官，但每天下班都觉得这不是我要的。直到某天在伦敦咖啡馆，他写了篇男人想逃开婚姻的小说，写完浑身发抖，我终于摸到自己的骨头了。后来他成了20世纪最会写人性挣扎的作家，因为他太懂，人最痛苦的不是没选到好的，是从来没选过自己想要的。书里的主人公斯考比，就是个没选过自己的人，殖民地警察，稳定婚姻，体面工作，但每天都在自惜，不爱妻子却因为责任娶了她，不想当警察却因为大家觉得好做了一辈子，连跟情人在一起都是他需要我，不是我想要他。格林写了句话，我记了3年，斯考比的悲剧不是命运对他不好，是他从来没敢对自己诚实过。心理学里的自我决定理论刚好戳中这点，人要掌控命运，得满足3个需求，人自己选自主性，能做成事，胜任感，有人爱，归属感。斯考比把自主性全扔了，选的都是别人觉得对的，所以哪怕什么都有，也像没根的树，风一吹就荒。你看，我们总说命不好，其实很多时候是把选的权利让给了别人，父母选的专业，同事选的职场策略，朋友圈选的生活方式，最后反过来怪命不好。但格林想说，命运的第一真相是你有选的权利，就像今天你能选吃沙拉还是炸鸡，能选加班还是拒绝，能选跟讨厌的人断联，这些小事才是命运的积木，堆着堆着就成了你的人生互动一。你有没有突然懂自己的时刻？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以前总说我性格就这样，我没办法，直到某天才觉醒，哦，原来我可以选不这样。比如我以前不敢拒绝别人，后来才明白，拒绝不是伤害，是保护自己的时间。有的话扣个1，让我看看不是我一个人在跟被动的自己打架。第二部分，最核心的3个习惯，把想改变变成真改变。书里讲了10个习惯，但我筛出最能落地的3个，明天就能开始做，做了就有变化。自我意识，先搞懂我是谁，再谈改命。你有没有过别人问你喜欢什么，你说不知道的时刻？不是真的不知道，是太久没跟自己对话了。格林说，了解自己是改变命运的第一步。他给的方法超简单，每天写5分钟情绪日记，不是记今天吃了什么，是写今天哪件事让我开心生气。为什么？我朋友小夏以前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，每天凌晨1点下班，写了1周日记后发现，我最开心的是早上楼下阿姨给我留的热包子，最生气的是甲方改8版方案还说没感觉。后来他辞职去学了法式烘焙，现在在巷口开了家小蛋糕店，每天早上6点烤可颂，香味飘到街对面。他跟我说，以前我以为喜欢是多大的事，原来就是烤面包的热气能暖到心里，主动行动，别人准备好了，先做10%的小事。我以前最傻的事就是等攒够钱再转行，等学完英语再找外企，等减肥成功再相亲，结果等了3年，啥都没成。格林自己就是反等达人，他想当作家时，没辞工作，每天早上5点起来写1000字，不管写得好不好先写。写了半年，第1篇小说发表，写了3年，成了全职作家。我朋友阿杰以前是程序员，想做美食博主，没等买设备，就用手机拍每天的午餐，拍了3个月涨了5000粉，拍了半年有商家找合作，现在辞了职做程序员的家常菜，粉丝破20万。他说，我每次做出来的，不是等出来的，感恩，把理所当然变成我很幸运。你有没有过明明被爱却看不见的时刻？父母留的热饭觉得应该的，朋友的关心觉得小事，甚至自己有份稳定工作都觉得不够好。书里斯考比逃亡时住渔村，渔民给他送了碗热汤，他突然哭了，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觉得不是因为我要付出什么。心理学里的感恩理论说，每天花1分钟想今天什么事让我幸运，能大幅提高掌控感。我试了3个月，睡前写今天地铁有人给我让座，同事帮我带了咖啡，猫上了我的手，慢慢发现我不再盯着没升职没买房，而是看见原来我有这么多糖。互动2，你最近的小幸运是什么？你们有没有过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的时刻？比如我上周加班到10点，楼下保安大叔留了门，还说姑娘注意安全，我站在风里突然就哭了，原来我不是一个人。
评论区跟我分享你的小幸运，我每条都回，我们一起攒点甜。第3部分，命运的内核，你敢对自己诚实吗？书的最后，思考比死了，但格林没写他很悲惨，反而写他终于敢对自己诚实了，哪怕是最后一刻。这本书最狠的地方，不是教你怎么赚大钱，怎么当赢家，是教你怎么敢做自己，敢承认我不喜欢这份工作，敢说我不爱这个人，敢选一条别人不理解的路。最后想跟你说，你从来不是命运的棋子，你是自己人生的作家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戳中你了，麻烦点个赞，这会让更多想改变的人看到。评论区留一句，我选我自己，给自己一个小仪式感。你要记得，你才是命运的船长。还没关注我的朋友，点个关注，下次我会猜命运的内核，你最扎心的思考比的结局，看看他是怎么从窒息的生活里找回自己的。想读这本书的朋友，我把链接放评论区置顶，不是什么必读书单，是一本能陪你深夜聊天的书，它会告诉你，今天的你比昨天多选一点自己想要的，就是改命的开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